我进宫第一天就被封了贵妃。圣旨下来时，我气得连摔2盏茶杯。皇上问有何不满，我冷哼一声，我爹上个朝还能站在百官之首，我还配不上个皇后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封妃圣旨下来时，我刚入住降雪轩，我没动，高公公向前一递，客气道：“娘娘请接旨吧。”我拿过圣旨，对他皮笑肉不笑：“你主子呢？”高公公吓得嘴角一抽：“娘娘，陛下在忙。”我冷了脸色，让他过来。何事？齐景出现在宫殿门口，一脸平静。我面无表情地看了他半晌，问：“贵妃是何意？”齐景站定，不怒自威的气息四散开来。他反问我：“你不满意？”嗓音仍是淡淡的，但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是心情不好的预兆。我毫无畏惧，甚至手一扬，连带着2盏茶杯掉下，碎了一地。屋中静了片刻，空中都弥漫着紧张。我又问他：“你觉得我该满意？”齐景挥了挥手，高公公低眉顺眼地领着所有人出去。我冷哼一声，扬声说道：“若论容貌性格，不说花容月貌倾国倾城，我也是被誉为名动上京的世家千金。若论家世背景，父亲是殿阁大学士，母亲是尚书府嫡女，我排不上第一也能算前3。若是要论感情，我与你自幼长大，人人都知我俩青梅竹马，感情甚笃。我今天倒是先跟陛下问个明白，你是觉得我只配得上这个所谓的贵妃？”我狠狠地瞪着他，越说越气，眼泪直打转。我爹上朝还能站在百官之首，怎么我还配不上个皇后？齐景怒道：“放肆！”我吓得浑身一抖。是我忘了，他已经不是那个连夜翻墙来我院子送花灯的四皇子了，他如今是万人之上的帝王。看着他如今又陌生又凶狠的脸色，与记忆中温声细语的少年大相径庭，我心中一酸，眼泪簌簌而下。齐景垂眸，转着扳指，没有感情地说：“于归晚，是朕之前太过宠你了。”来人！高公公推门而入。贵妃御前失仪，禁足半月，未经朕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踏入降雪轩，每日罚抄女巡3个时辰。他挥挥衣袖，带着怒气走了。高公公看着我叹了口气，有心劝诫：“娘娘，您何苦呢？是我傻，是我当了真。皇室的人哪有什么深情？”新晋贵妃与皇上大吵一架的消息迅速传遍后宫所有角落。入夜，我靠在美人榻上，合着眼浅眠。小蝶站在一旁，轻轻地打着扇子：“娘娘，歇息吧，下去吧，把灯熄了，今晚不用守夜。”她还想说点什么，最终还是恭敬道：“是。”窗户半开着，半响，有了动静。一双指节分明的白皙手腕拉开了窗户，齐景那张脸出现在外面。我抬眸看他一眼，鼻尖里哼了声，拿起团扇往里走。他利落地翻窗进来，跟在我的身后。他不言，我不语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他险些撞了上来，堪堪止步。齐景低下头，眼里全是我的影子，清澈见底。我拿着扇子点了点他的胸口，眼波流转。白天这出戏我可配合得好。他声音低沉，眸中尽是缱绻之意，小鱼儿最是聪明。我哼哼，可不敢。转身坐在椅子上，看了眼桌上的笔墨纸砚。说吧，深夜来访，有何贵干？我可是还要罚抄的人。齐景大步走过来，一把抱起我，自己坐下后把我放在腿上，从我的腰间伸出右手，拿起笔开始在纸上写，驾轻就熟地模仿着我的笔记。也对，他从小就习惯帮我做功课了。我用扇子敲敲他的手腕：“陛下这是在示好。”他的侧脸贴着我的后颈，话语落在耳边，热意缭绕：“对不起，总归还是让你受委屈了。”我淡声道：“别，不过一个后位而已。不管你和我爹在谋划什么，我配合你们就是。”我又问：“给我安排的角色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做你自己就行。”我想了想白日吵架的样子，不确定道：“宠妃，你本来不就是？”我微笑，可不敢，万一皇后罚我。他不会。我似懂非懂的哦了一声，催他写快点，不然写不完了。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告诉你。我摇头，
我就只想当个混吃等死的贵妃。多谢。齐景低声笑，又喊我的名字，鱼儿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却又什么都说了。夜重归于平静。禁足的日子里，我吃好喝好，睡得香香，随心所欲的晚睡晚起，跟丫鬟们荡荡秋千，躺在院子吊床上睡睡午觉，醒来看看画本，日子好不悠闲。几个贴身丫鬟小心翼翼地伺候了几日，最后小蝶被推了出来，试探道：娘娘，奴婢瞧您这几日气色不错，心情也不错。我吃了颗葡萄，还成。那您和陛下提他做什么？扫兴。那日您和陛下吵得那么厉害，奴婢们担心您伤心欲绝。怎么？担心我伤心欲绝不吃不喝？我笑着掐了掐他的脸。不用早起请安，也不用担心有人陷害，神仙日子还不快享受享受。禁足期满，我把所有罚抄整理好，派人送去了御书房，换了身漂亮裙子，梳妆打扮好，带着小蝶袅袅婷婷地向着坤宁宫走去。我去得足够晚，刚进门便先声夺人：姐姐赎罪，妹妹来晚了。皇后坐在主位，淡淡地扫我一眼：贵妃来了。屋内还坐着5个美人。待我刚入座，对面面容精致的姑娘便迫不及待地开了口：这都什么时辰了，贵妃好大的架子，让我们好等。我端起茶杯，斯文地喝了一口，眼神都没抬。对方气道：贵妃真是好教养。我闻言才抬眸：你谁？他指着我：你。下座的一个清秀佳人接过话：这是丽妃娘娘。我放下茶杯，不在意地哦了一声：现在知道了。目中无人到了极致。皇后身边的嬷嬷及时站了出来做了介绍。这次选秀，后宫共入住了7位主子。户部尚书嫡长女林若生，也就是最上手的皇后；护国大将军独女孙思玲，是对面坐着的丽妃娘娘；太傅之女楚清代，未婚是婕妤，也就是开口说话的清秀佳人。剩下2位美人分别是江南巡抚的千金寄曲歌，以及大理寺卿之女方清如。皇后难掩困乏，开口感人：行了，今日就到这里。贵嬷嬷，你去教教贵妃宫里规矩。我脸色瞬间不好。丽妃扶着丫鬟，冲我得意一笑，昂着脑袋走了。进了正殿，我迅速让小蝶把门关上，带着贵嬷嬷进了内室。皇后娘娘让你来做什么？我和林若生并不熟识，不过是之前在各种闺阁宴会上远远碰过几次。但齐景那晚的态度，看来不是敌人。贵嬷嬷礼貌地回：娘娘担心贵妃对宫中形势不甚熟悉，让我来给贵妃娘娘大概讲讲。我含笑点头，让小蝶给她端来椅子，麻烦您了。贵嬷嬷很快说完这半个月内后宫发生的事，也大致带过了各个小主之间的关系。我问：所以现在皇后娘娘和丽妃闹得很凶？是的，丽妃娘娘性子骄纵，和皇后娘娘向来喜欢拌拌嘴，你来我往的。只是太后不满皇上只翻皇后娘娘的牌，硬逼着皇上去了丽妃那，结果皇后娘娘中途说头疼，将皇上从丽妃那接走了，这才彻底结下梁子。忽然想起那几次翻牌的深夜，某人都在我这里抄写女德。我轻咳一声，轻轻说道：可我听说丽妃的父亲和皇后娘娘的父亲关系十分亲近，不仅如此，孙家和林家还算得上是我爹在朝堂上的宿敌。贵嬷嬷低头：这奴婢不清楚。行，我没为难他。那麻烦嬷嬷在这住上一晚，明日我让人送您回去。贵嬷嬷出去了。小蝶上前给我捏肩：娘娘，您若是想知道宫内的事，干嘛不让我去打听啊？我看她一眼：甚至还需要我告诉你，你才想着去打听，可见你多不适合干这事。对不起娘娘，我之后会注意着其他宫的事情。也行，要开始跟他们打交道了，留个心眼好些。对了，把里里外外的人暗中再查一遍，有嫌疑的全都放在院外，我的身边就还是你们4个贴身伺候，这不比还在府内打起精神来。小蝶脸色严肃：是。第2日，小蝶刚把贵嬷嬷送回坤宁宫，就带回了八卦消息：丽妃当众罚了方美人，正午时辰都还在公道上跪着。皇后派人将方美人送了回去。
丽妃哭哭啼啼去乾清宫找皇上告状，皇上不仅安慰了丽妃，还陪着她用了晚膳，流水式的赏赐也跟着进了翊坤宫。这无疑是当众打了皇后的脸。翌日请安的时候，丽妃的尾巴都快要翘上天了，皇后娘娘依旧淡定如水，不慌不忙地接着招，又一句一句把丽妃毒死。我在一旁忍笑，忍得好生辛苦。丽妃正在气头上，立刻将战火转到我这。贵妃娘娘花容月貌，可惜陛下欣赏不到啊。不就是说我没被翻过牌吗？我看着丽妃，笑得温婉大方。丽妃妹妹也别自卑，毕竟我好看是公认的事实。你也不知道，太后作为上届宫斗冠军，怎么培养出来的这个蠢侄女。旁边的楚婕妤接话，给了台。丽妃娘娘自然也是国色天香，我们几个才是要自卑呢。丽妃立刻发了脾气，你们也配跟我比？不会说话就闭嘴。楚婕妤偃旗息鼓，和其他2个美人一样，脸色红一阵白一阵。我慢慢悠悠喝着茶，毫不客气地讽刺道，昨天还看到个词叫欺软怕硬，没想到今日就见识了呢。后宫闹得如此精彩，前朝自然也得跟着晃荡。一连数日，齐景的身影都没出现在后宫。我知道大概是要有些大动静了。还没等我爹给我传来小道消息，许久未见的齐景倒是又翻窗而来。旁边的小蝶见怪不怪地自动退下。我好笑地看着他，堂堂皇帝陛下，天天来翻我的窗户，也不怕传出去让人笑话。他刮我的鼻子，语气宠溺，除了你，谁还敢笑话我？他搂着我坐到榻上，我喂了他口葡萄，又自己吃了一个，有些犯懒。最近很忙。他嗯了一声。我玩着他腰间的玉佩，让我猜猜，林家本是孙家的左膀右臂，但因为皇后和丽妃的关系，应该也有了些不切实际的想法。两家内讧的时候，你和我爹在暗中挑拨挑拨，两家的结盟应该就要散了。齐景失笑。高培说你日常请个安舅和丽妃皇后吵吵架，回来之后大门不二门不迈，不是吃就是睡。我还以为你什么都没上心。我掐着他腰间的软肉，故意冲他咬牙切齿，拐着弯骂我是个猪呢。齐景用手作书，顺着我的青丝，小鱼儿，好久没看见你跳舞了。既然他不想深聊，我也跟着摆烂，不想跳。他低头，忽然低头亲了我一口。后日午时，御花园，走的时候还留下了条漂亮裙子。我知道，到我出场了。深秋，皇上在御花园散步时，正好遇到了翩翩起舞的贵妃娘娘。那一舞是贵妃娘娘名动上京的惊鸿舞，也是当年贵妃和皇上的定情之舞。各个宫里手帕撕了一地。各宫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，与陛下青梅竹马的贵妃娘娘重获恩宠。连续侍寝数日，我终于在某日请安的时辰赶去了坤宁宫。皇后没露脸，只派嬷嬷出来让大家回去，还省了余下半月的请安。我又看了眼旁边的空位，丽妃竟也告假了。回去的中途正巧遇上盛假，齐景牵着我回了宫。林家和孙家出结果了。我进了屋就先问开口道。齐景拎起茶壶给自己倒了杯水，喝完才开口。林尚书被举报贪污军饷，证据确凿。除了林若生，其他族人全都已收监，等待候审，消息最多明日就会传出。我咽了咽口水，那皇后怎么办？自请废后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你同意了？齐景似是看出了我的慌张，走过来抱住我。没有，只是做给那些人看，但他之后也不会再露面了。我感受着齐景的心跳，他是不是很恨林家？不然怎么会故意挑衅孙四龄，借孙家之手打压自己的母家？半晌，齐景才说，恨也不恨。林家倒台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京城，皇上念及林尚书主动上交大部分良田钱财充盈国库和军饷，又多年劳苦功高的份上，最终从轻发落，抄家之后谢官归田。而林家嫡次女林若生品德贤淑，端庄有礼，皇上念及夫妻情分，驳回了他自请废后的要求。但林皇后还是从坤宁宫搬到了忠炫宫，自此闭门礼佛，不问世事。
朝中派系很快重新洗牌。孙家举报有功，皇上龙心大悦，不仅亲自一品诰命夫人称号，还派高培多次去孙府送赏赐。一时之间，皇恩浩荡，前后8届的人快踏平了孙府的门槛。孙家的嚣张气焰比往日更甚，消息和气势自然也传到了宫里。孙思陵自然是要横着走路的，今儿去养心殿送美食，明儿在御花园去献舞，不是让楚婕妤前前后后伺候着，就是挑着方美人和季美人欺负。皇上不但不罚，反而加倍赏赐。去送美食，皇上就给他单独拨了小厨房；献了舞，皇上就赏了他宫里最贵的锦缎。直到那日，孙思陵无缘无故让丫鬟打了季美人，被皇上正面遇到。季美人还没来得及哭着告状，皇上就直接罚了季美人，亲自送丽妃回宫，以示安慰。孙思陵的尾巴当场翘上了天。大概是在其他嫔妃面前失了乐趣，孙思陵很快将注意力放到了我这里，总是明里暗里讽刺我是个只有侍寝却没有恩宠的贵妃。而楚婕妤惯来是个没脑子的，被他推着充当出头鸟。后宫嫔妃间的掐架是每日的惯例，嘴上功夫互相攻击几句也就过了。但我不是。在孙思陵带着楚婕妤再一次在我面前指桑骂槐之后，我让人当场掌了楚婕妤的嘴，没有手软，右脸立刻就红肿起来。一旁的孙美人和季美人吓得不敢吭声。孙思陵大概也是没想到这一茬，眼神颇有些呆滞。过了一会才伸出纤纤玉指，冲着我嚷嚷：“你竟然……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打断了他。我走到楚婕妤的旁边，蹲下，裙摆散了一地，伸手捏住她的下巴，看了又看，缓缓启唇。之前未曾细看，楚妹妹这张脸倒也是倾国倾城。她疼得满眼泪花，就是不知道要没了这张脸，陛下还会多看你2眼吗？楚婕妤吓得浑身开始颤抖，嘴里告饶：“求娘娘开恩。”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，孙思陵被我的人挡在了旁边，只能瞪着眼睛冲我发火：“于归婉，你欺人太甚，我要去找陛下。”他知道我这是表面在打楚婕妤，实际上每一巴掌都落在他的脸上。太傅大人本就在前朝颇受皇上宠爱，林家倒台之后，楚孙2家交往逐渐密切。楚婕妤性子弱些，往日就爱捧着孙思陵，就连之前皇后也对他没有迁怒过丝毫。但他遇上了我，没办法，我就是喜欢挑弱的对手。我俯身在他耳边低声劝告，语气颇为友善：“你猜孙思陵到底会不会真心护你？”他浑身一僵。我微笑着起身，看向孙思陵。楚婕妤以下犯上，不懂尊卑，我这是替妹妹教训教训。陛下就在御书房，丽妃要告状的快一点，不然陛下今晚又该翻我的牌了。我可是会告状的哦。然后甩甩衣袖，正准备走的时候，又转过来，施施然丢下一句：“楚婕妤就先跪上3个时辰吧。”之后带着人潇洒离去。在此之后，孙思陵开始单方面冲我发起战争。我不接他的茬，只是转头就开始挑着理由罚楚婕妤。楚婕妤在宫里熬得艰难，楚太傅就这么一个嫡女，自然心疼得紧。孙家大概也给孙思陵递了话，他也就噤若寒蝉的安静了小段时日。他不找茬，我也乐得轻松。我正躺在美人榻上看着画本，宫女来禀皇帝又翻了我的牌。他进来的时候，我连迎接都懒得站起来。齐景淡淡道：“今日累了？”“还好，看起来没精打采，明日让贵太医给你看看。”剩下的话还没说完，又被人抱到了床上。我趁他解腰带的时候，伸腿踹了一脚。“陛下，雨露均沾啊！”他顺势拉过我的脚踝，整个人缠了上来。“行，明日就去丽妃宫里看看。”结束之后，他抱着我，心满意足地玩着我的秀发。楚家和孙家近日内讧，又加上楚婕妤在宫里的事，楚家大概是有了其他打算。我懒懒地打了个哈欠。他的打算不刚好也是陛下您的打算？齐景嘴角微勾，似笑非笑。那也是小鱼儿和岳父大人里应外合配合的好。我甚至没有力气白他一眼。少让我干这种缺德事，我都快对人家美人于心不忍了。陛下万岁！楚家既然有了打算，
我爹和陛下自然会让他如愿以偿。于是我派人去给楚婕妤送了不少赏赐。下一步自然是心安理得的和孙思凌开战，大家一起在御花园赏花。他说好看，我说丑，我随口作诗，他挑刺，不欢而散。小蝶想多拿些炭火，却被丽妃的人当场抢走。我反手就让人把他留在御膳房里的汤直接倒掉。他委委屈屈去养心殿告状，结果我抱着齐景的腰不松手。入了冬，雪还没来得及下，贵妃和丽妃针锋相对的消息倒是先长了芽。宫里宫外人尽皆知，皇上的态度难以捉摸，一会翻我的牌，一会又去陪孙思凌用晚膳，其余的人自然只敢远远看个热闹。这个年末，宫里倒是吵吵闹闹，显得不再冷清。我向来怕冷，冬至后便窝在宫里懒得动弹。忽然之间，不知怎的又着了凉，小蝶只好急匆匆地去请了太医。皇帝下朝后也赶了过来，太医开了药离去后，紧接着流水似的赏赐传了进来。我躺在床上安心养病，偶尔指挥小蝶去御膳房多拿些山楂来。等病气过得差不多，年底的宫宴也紧锣密鼓地开始了。久未出现的皇后娘娘也重新露了面。宫宴那日，小蝶一开始给我选了身粉色，我看了一眼，指了指旁边的月牙白，这个吧。到了大殿门口，丽妃也正好赶到，她看着我，冷哼一声。我往前走，路过她的时候，声音很轻，只有我和她能听见。听说有人这个月还没被翻过牌。怎么？我病了？你也病了？没等孙思凌开口，我挑衅完，便抬脚准备进殿。他气得下意识伸手过来拉我，明明按照我俩的距离，他是扯不到我的，可偏偏宫服繁重，裙摆很大，我趁着他的动作，整个人顺势一转，下一秒我磕到了门槛，狠狠摔倒在了宫殿门口。他的手还停在空中，像是推完我没来得及收回。我闭了闭眼，再睁开，眼里不可置信，开口全是哭腔：丽妃娘娘。他眨了眨眼，整个人呆滞在原地。我没。鱼儿。齐景不知从哪里冲了过来，一把抱住我，声音都嘶哑了。肚子太疼，我感觉下身不断在流血，来不及叫他的名字，我便彻底失去了意识，舌头上全是苦涩的药味，我下意识想吐，动作间感觉被人按住了手脚，我还想继续挣扎，然后猛地醒了过来。齐景坐在床边，脸色冷得像霜冻过的茄子。我想傻笑装乖，却发现浑身都很疼，连着嘴角一起。谁允许你吃药的？那我想着做戏做全套，不然。齐景是真的生气了，他从未用过那么凶的语气跟我说话。做什么全套？我没打算让你掺和进这些烟杂事中，这就是你说的要吃药调养身体，为我生一孩子，然后转身和太医商量吃药，假装流产。你知不知道当你倒在那，浑身是血，我的心里在想什么？鱼归丸，这是你想要的吗？我被他吼得愣在了原地，脑子里什么话都想不出来，然后看着他拂袖而去。良久，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我这是做错了吗？小蝶小心翼翼地在旁边伺候着。娘娘，您晕过去那会儿，脸色苍白，一直流血，衣服染的全是红色。陛下当场差点失控，抱着您一句话没说就进了内殿，太医院所有医生都被叫了过来。宫宴当场取消，丽妃娘娘到现在还跪在大殿门口。虽然是假的滑胎，但您身子骨弱，这样还是伤了身子。贵太医已经被革职，交给锦衣卫了。陛下这是气您瞒着他又伤了自己，心疼又自责呢？我慢慢地眨了眨眼，一时也不知这事是成了还是没成。只是齐景没再来看过我，这是皇上的第一个孩子。帝王之怒波及到了这件事中的所有人。孙思凌跪了一夜，又淋了场大雨，最后是被抬走的。孙大人递了折子，却连御书房的门进不去。与此同时，孙家各个旁系子弟纷纷落马，事情的动静闹得太大。最后，太后带着人去了御书房，但交谈不过片刻，只见太后脸色极差地离开了。宫里宫外，所有人都心惊胆战。
深夜，我闭着眼睛躺在榻上，身边突然多了道熟悉的气息，有双手无声地摸过我的脸，我的耳。对方正欲退开之时，我忽然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。我睁眼和他对视。对不起。齐景脸色有些尴尬，很快又恢复自然。他由着我的动作，没动，只认真地看着我。是我没考虑到你，让你着急又担心，我很抱歉。我握着他的手腕，借力坐起来，轻轻环抱着他的脖颈。不要生我的气了，好不好？我下次不敢了。他睨我一眼，还有下次？我疯狂摇头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以后就乖乖做个笨蛋贵妃。然后又乖乖凑上去亲了他一口。别生气了，贵太医也是被我威胁的，陛下可是明君。他轻哼，稍微好点，又整天给人求情的毛病能不能改改？我干脆挤进他的怀里，撒娇道，我的身体都彻底好了呢。哄了半天才算把人哄好。我玩着他的玉佩，主动提起白日的事情。听说太后今日气冲冲地从御书房离开的。齐景搂着我，声音没什么起伏。他说拿手里的兵权换孙家的平安和孙思玲的妃位。你没答应？他低头反问，为何答应？我疑惑了半秒，你不就是想要那部分兵权？他轻轻地笑了2声。兵权要收，孙家也要倒。这么凶，不怕史官说你冷血无情？他抱着我的手收紧了些。你受伤的这笔账，我会全部算在孙家头上。我心里多少觉得有些愧疚孙思玲，翌日只好悄悄借太医院之手给他送了些补药。家族之争，大家各凭本事，但害人性命还是罪过太大。阿弥陀佛。皇上和太后谈崩了之后，事情陷入僵持。打破僵局的人是楚太傅，他亲自请奏，直指孙家中饱私囊，欺上瞒下，勾结商贩，操纵盐价和粮价。最重要的一宗罪是私养军队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证据确凿。皇上当场下令，孙家上下所有人全部打入大牢，又命大理寺严查，不漏一丝一毫。太后一派最终只用手里的兵权换得了孙思玲的免于一死，打入冷宫。孙家算是彻底退出了朝廷，太后直接搬进了郊外的皇家寺庙，余生青灯常伴，算是成全了彼此最好的体面。孙思玲被打入冷宫后，拜他之前的嚣张所赐，人人都踩上一脚。我过去的时候，他房间里的被褥都是潮湿的。孙思玲的头发没梳，身上的衣服也脏兮兮的，整个人疯疯癫癫。来看我笑话吗？他自嘲的一笑，你如今是不是满意极了？我正想开口，又被他的话打断。可是于归婉，你不也只是个贵妃吗？我的心猛然一阵刺痛。他今天能让孙家倒，我被打入冷宫，你又怎知这不是你于家的明天？呵呵。他又冷笑一声，悲悯的眼神看着我。他若是真的爱你，怎么皇后之位给了别人？我扶着小蝶的手忽地发软，往后退了一步。你跟我一样，棋子罢了。于归婉，我等着你来跟我作伴。我突然忘了来这里的目的，抓着小蝶踉踉跄跄地出了门。孙思玲疯疯癫癫，但有句话没说错，宫里还有位不问世事的皇后。孙家牵扯的前朝之事甚广，齐景连着4、5日都歇在了前殿。我在御花园散步的时候，遇上了楚婕妤、方美人和季美人一行人，他们战战兢兢地跟我请安。我没有为难对方，还笑着搭了几句话。方美人年纪最小，她胆怯着冲我眨眨眼睛，娘娘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我顺手给了一些赏赐，以后可以来我宫里玩，小厨房做的白玉卷味道很不错。方美人和季美人应得很快，楚婕妤也慢慢吞吞回了好。和他们分别之后，不知怎的，我走到了皇后的寝宫。小蝶问，娘娘想进去吗？我站在紧闭的宫殿大门门口，看了又看，最终还是摆了摆手。罢了，回吧。天清风岭，落雪凌凌。京城的冬日总是如此煎熬，大约是贪玩受了凉，我夜里发起了热。小蝶想去御书房回禀，被我伸手拦下。太医上次还留了药，勿大惊小怪。旁边的侍女有心劝道，娘娘，让陛下知道了，他肯定会过来看望您的。
我知道，齐景对我向来是好的，可我不太知道，齐景对别人好还是不好。他当初说想知道什么都可以告诉我，但我没有选择深问。可现在自己又如同心里长了根刺，人啊，矫情起来不止一星半点，想来想去没个清楚，头疼起来更想不清楚了。翌日，我醒来，头疼好了很多。高公公带着赏赐来了宫里，他说孙家的事情刚收尾，大梁就派了使臣过来，陛下这会还在跟礼部商量宫宴的事情呢。又补充道，但陛下心里时刻记挂着娘娘，所以让我来送些打发时间的小玩意。我让人把东西收下，客气道，麻烦公公。他又让人抬上来2个大箱子。娘娘，这是陛下给您准备的宴会礼服。我点点头，又忽然想起什么，问了一句，除了我，谁还会去？高公公笑笑，就您和皇后娘娘。我捏着佛珠的手指一紧，随后又若无其事地勾勾嘴角，本宫知道了。宫宴那天，我穿了身霞彩梅花娇长裙，外披藕粉狐狸毛大氅，恰好时辰进了殿。乐师们抚琴吹箫，舞姬们长袖善舞，大梁的使臣和朝廷重臣推杯换盏。皇上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。我起身行礼，余光看到了明黄色的衣角，又看到了火红色的裙摆。齐景和林若生一前一后向着主位走去。齐景抬抬手，所有人重新落座。我抬头，齐景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一派清风和煦。我压住心里的那阵不舒服，弯了弯嘴角。齐景客套地说了几句，店里重新歌舞升平。我吃了几块水果，百无聊赖地倒着果子酒品鉴，不经意间望向许久未见的林若生，结果发现他正盯着大梁使臣的某个方向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对面是一个戴着银色面具的男子，身量很高，通身气势压人。他正跟人喝着酒，并未察觉到落在身上的目光。我坐在林若生的下手，看着他攥紧拳头，整个人甚至不受控制地颤抖了好几下。一旁的齐景毫无反应，偶尔跟人喝酒，还抽空让人给我送了解酒茶。大概是我看得久了，林若生也察觉到失了态。他收回目光，和我对视，很快又将目光投向了正前方。我开始觉得自己有些喝多了，不然怎么在刚刚那一瞬，看到林若生的眼里泛了红。我刚放下酒杯，一道娇滴滴的女声在大殿响起，听闻陛下最是宠爱贵妃娘娘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倾国倾城。我眼眸微抬，是大梁送来的和亲公主，长得明艳，看起来性子也不是个善茬。我笑笑，多谢公主厚爱。她走到大殿中间，语带挑衅，如此花容月貌，娘娘想来也必定才艺出众吧。我八风不动，才学疏浅，公主谬赞。她抱着胳膊，歪着脑袋，像是临时起意一样。本宫忽然想与娘娘比试一通，射箭还是飞镖，由娘娘选，全当个游戏罢，就当添个乐。娘娘以为如何？话音刚落，我看了一眼齐景，还没来得及应，另一道声音响起：贵妃近来身体欠佳，不如本宫来陪公主玩。林若生说完，便从位置上走了下来。就飞镖吧，简单些。和亲公主2只手鼓了鼓掌，皇后娘娘真大气。那就不如将果子放在肩膀上，另一人闭眼飞镖，只要射中即可。我不由得倒吸一口气，这公主看起来倒像是习武的人，只是不知林若生有几层把握。林若生此刻也走到了大殿中央，她似乎并没有被吓到，脸上从容得很。来者是客，公主先来。和亲公主并没有谦让，那便请皇后娘娘站稳了。大梁使团的人都是看热闹的表情，想来这个游戏大概是公主而言极有把握了。林若生极快地扫过宴席一眼，然后将果子放在右肩，看着对方，冷冷静静地站着。和亲公主善意提醒，如果娘娘害怕，可以告知我，随时停下。这游戏本来就是想要吓得对方失态。林若生挺直脊背，毫无惬意，公主还请手稳些。和亲公主收了嬉笑，定睛看着她手里的果子。顷刻之间，她闭上眼睛，右手飞快扔出一个黑色的飞镖，倏地，苹果被飞镖扎着应声倒地，但同时一道血迹林若生的肩膀流下。林若生面色苍白，公主的手看来还是不稳，
齐景起身大怒，宣太医：公主如此有把握，只为刻意伤人。和亲公主愣在原地，不可能，我从来没有失手过。皇后当场受伤，宴会提前结束，大梁使臣当场被扣下。坤宁宫，林若生右肩裹着白色的纱布，整个人安静地躺着。齐景和太医确认他没事之后，遣散了宫里的下人。林若生忽然睁开眼睛，问：是他吗？他的语气很轻，甚至还有些颤音。我没听懂，但齐景懂。他停顿片刻，冷静地说：是。屋内突然出现了一道脚步声，我回头，是那个银色面具的男子。他走得很急，一下扑到床前。生生，林若生忽然就哭了，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。我听见他呜咽中叫了一声：阿爷。齐景把我带走了，房间留给了他们俩。齐景牵着我的手送我回宫。他问：就没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我感觉自己的脑袋更乱了，只好诚恳道：我现在有点理不清楚思绪。他闷声笑了一下，闲不住的手指又捏了捏我的指尖。戴着面具，你可能没认出来，他是周野。我猛地停住脚步，我记得周将军的独子就叫周野。齐景微叹，点点头：是他。可周家不是被满门抄斩了吗？当初先帝听信谗言，周家被林家陷害，蒙冤下狱，我私下救了他，秘密送他去了大梁。我的手心紧张的出了汗。想起来了，林若生和周野是青梅竹马，感情甚笃。我幼时都听闻过两家过几年就要喜结连理的消息，可一夜之间，周家出事，京城里意气风发的小将军再也没有了身影。林家扶摇直上，林若生却从众人眼中沉寂了下来，直至进宫。等反应过来的那一瞬间，我好像想清楚了。送我回到绛雪轩，齐景又赶回去处理使臣之事。临走前，他摸了摸我的头：待会记得喝药。我躺在床上，努力回想当初京城里关于林若生和周野的事迹，最终沉沉睡去。翌日，我刚用完早膳，林若生身边的嬷嬷便过来请安。皇后娘娘说，她欠贵妃娘娘一个交代。于是我换了身宫装，去了坤宁宫。林若生脸色看起来好些了，她靠着床榻，笑得温婉：我可以叫你婉婉吗？那是我认识她那么长时间以来，她笑得最开心的一次。从内而外的开心，眼睛里都是笑意，整个人完全不似之前那个端庄稳重的皇后了，像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。我被她感染的也笑起来，点点头：可以。本来想叫你小鱼儿的，但皇上知道了肯定要吃醋，还是算了。我的脸有些红，刚好宫女端上来一碟栗子糕，样式和御膳房的不太一样。我好奇地看了两眼，林若生直接捏了一块塞到我的嘴边，我被迫张嘴，栗子的清香散开。他自己也吃了一块，伸手示意伺候的人都退了下去。这是阿野做的，我最喜欢吃这个味道。以前我们吵架，他就悄悄给我送，然后我吃完就会原谅他，百试百灵。说着说着，他自己倒先笑了，然后他自顾自地说起了那些属于林若生和周野的岁月。少女的眼睛里清明澄澈，亮晶晶的，煞是好看。说完了心上人，他才缓慢地提起了进宫的事。我安静地当着听众。我能理解林若生为何找齐景做这个交易，他想报仇，齐景想找个人当靶子。他的家族为了前程陷害了他的心上人，但他不能对自己的父母要求血债血偿，所以他选择进宫，和皇上联手，让林家垮台了。林若生说，周家死讯传来那年，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想下去陪他的，但自尽被家里发现了，后来他们看管我得很严。我生了好长时间的病，成天醒不来，总是梦到他，直到想为他做点什么，才重新活了起来。我轻轻地抱了抱他的胳膊：你没错，林家已经倒了，不要再苛责自己。他摇摇头，情绪很崩溃：我有错的，我姓林，我天生欠他的。本来这次是我答应皇上的最后一件事，挑起大梁与我国的冲突。我原本想做完这件事我就可以去陪他了，然后我就看见他了，他来了。这些年我到底不算独活，
将大哭一场的林若生哄睡着。我离开坤宁宫时，正好遇上了周野，是高公公带着人进来的。他远远行了礼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开了口。他情绪有些崩溃，刚睡着。这些年，他一个人确实不易。周小将军，还请多心疼些。他看了我一眼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我带着人回了宫里，神不见尾的齐景已经坐在榻上喝茶了。我走过去，忙完了。他搂着我的腰，把我按放在他的胸前。使臣叩下，修书大梁，割让城池。是了，西北那几座城池本就是我国领土，先帝当时为了夺嫡成功，私自与对方做了交易，做了退步。这也是齐景最大的一块心病。战争只会伤害百姓，所以齐景只想在不打仗的情况下收回城池，这才有了皇后娘娘当场被和亲公主刺伤一局，且事后查明飞镖上还带有剧毒。和亲公主的手艺当然没问题，但林若生自小跟着周爷长大，这种游戏玩得多。他看似没动，实则暗地里故意将身体迎了上去。使臣都被扣下了，事实黑白自然由我国来说。大梁这几年逐渐式微，即便知道这事是哑巴亏，大约也只能咬咬牙吃下。我玩着他的腰带，可当日那个公主明明挑衅的是我可没有林若生的本事。齐景捏着我的下巴，语气愉悦。我在他身边安排了人，本来是暗地里教他找林若生切磋，结果他现场看见了你，大约是觉得你太漂亮，临时改变了挑衅对象，但不管是谁，都会是林若生。你可真是算无一策。小鱼儿过奖。大梁的回信传了回来，愿将城池义务归原主。齐景派了支军队去和大梁交易，其中包括了周野，那也是他的最后一项任务。而自飞镖剧毒后，皇后的身体每日愈下。城池收复成功的消息传回宫里的那日，钟声也敲响了。林皇后没了。送走林若生和周野的那日，我记得天气很好。林若生抱着我，听得出来很是开心。他说，我真的要和他去江南了，过闲云野鹤的生活，实在是做梦都不敢想。我拍拍他的背，以后的日子里就只有你们俩人，好好幸福。成亲记得来个消息，我还给你添妆呢，一定要记得回来看看我们。他眼含泪花，狠狠地点着头。齐景拉过我，开口道，一路都打点过，有什么困难及时传信回来。周也应了声好，又真诚地道了声谢。是齐景救了他，也救了林若生。齐景淡淡的勾勾嘴角，挥了挥手。他们穿着便服，拎着包袱，手牵着手往前走了。那背影分明写着幸福。回去的路上，我问齐景，以后我们可以去江南找他们吗？可以。我刚开心到一半，又听见他的话，最好是快给朕生个太子，这江山早点给他。这外面还那么多人呢。我甩开他，气冲冲地往前走了，羞得满脸通红。他在后面亦步亦趋地跟着，笑得开怀。万物更新，新的一年很快到来。齐景将楚婕妤和2个美人都遣散回了家。他力压众议，宣布自此取消选秀，同时举行了隆重无比的立后大典。册封那日，他牵着我慢慢走过长长的阶梯。我轻轻回眸，那分明是我们的一生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